欧洲有很多老旧的建筑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很多旧的建筑在进行改造，西班牙也不例外。今天我们去看的建筑分别是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，他们都是经过改造之后的建筑，看看他们的改造思路是什么。第一栋建筑是在巴塞罗那西班牙广场附近，只要在那个广场就能看到一个很大的红砖立面的建筑，这个就是由原先的斗牛场改造成的综合商业中心拉斯阿雷纳斯，也叫巴塞罗那竞技场。建筑设计是著名的英国高级派建筑师理查德·罗杰斯以及西班牙的阿隆索·巴拉格尔事务所。这个建筑从外表看就像是一个体育场，一圈砖墙立面，但是走近一看，建筑里外有各种钢筋机械，外面有一部直达屋顶的电梯。那这个建筑经历了什么呢？在19世纪的时候，巴塞罗那人口剧增，观看斗牛的观众也越来越多，这导致老的斗牛场无法容纳那么多人，所以就需要建造一个新的斗牛场。在1900年，新的斗牛场落成，当时它是西班牙最好的斗牛场之一。后来随着历史的推进，内战时期它也成为过军营，后来也举办过各种体育赛事。而在20世纪70、80年代的时候，这座斗牛场就开始逐渐被冷落。到了90年代，这个巨大的场馆就几乎一直空在那里。其中原因就是巴塞罗那逐渐成为了西班牙反斗牛的中心，因为西班牙的斗牛已经是国家特色，但是西班牙的斗牛方法非常残忍，在对牛进行挑衅之后，最终是要杀死这头牛的。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巴塞罗那是谴责这项运动的先锋。在2004年的时候，巴塞罗那议会就宣布该市成为第一个反对斗牛的西班牙城市。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这座斗牛场怎么用就成了问题。这么大一个建筑空在那里，它的地理位置又非常好。早在1989年加泰罗尼亚地区反斗牛运动开始的时候，计划是把这座建筑都拆了，但是这座建筑存在了快100来年，很多人是看着它从小孩成为老人，这种城市记忆对那几代人都非常深刻，所以这一计划没有实施。10年之后的1999年，当地的一家房地产企业把它买了下来，并计划改造成商业休闲中心，于是这个项目就委托给了理查德·罗杰斯。改造后的商业中心于2011年开业。现在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建筑是怎么改造的。大的思路就是将这个立面跟整体圆的形状保留，而内部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结构，外部的立面用新的结构进行支撑，远远看过去，整个墙壁就是被抬在空中。底部的这种材料交接也非常直观，这个墙就夹在这个地方。不仅是外部，在内部，砖墙跟新的结构的关系也非常直观。建筑内部有一个圆形的大厅，这里就是一个完全展示现代技术的空间，涂了各种颜色的结构构件，贯穿好几层的自动扶梯，各种钢柱、钢索跟建筑的旧立面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对比是非常大的。中间也有展示这个建筑历史的展廊。自动扶梯一直往上走，就到了那个观景平台。原先这个斗牛场是露天的，改造之后它加了一个顶，而在屋顶的周围就是一个观景平台，上面有餐厅以及举办活动的场地。在这里可以欣赏城市风光，俯瞰整个西班牙广场。这个综合商场非常有那个年代高级派的一些特点，构建的外露展现结构美，用钢铝等一些金属材料来取代一些厚重的传统材料，体现建筑的轻盈，也和相对比较旧的外立面形成一种冲突感。不管是在视觉上还是这个建筑内外的空间感受，它并不是在刻意去迎合这个外立面，而是在这个旧的立面之内形成了自己新的特点。如果说巴塞罗那这个斗兽场改造之后内外的冲突对比是强烈的，那么接下来马德里的这个建筑第一眼看过去就有很强的新旧对比，这就是西班牙储蓄银行文化中心。
建筑设计是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。这个地方原先是一个火力发电厂，梅迪迪亚发电厂，建于1900年。后来虽然经过修修补补，但是最终还是被遗弃了。前面也建了加油站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。在2001年的时候，西班牙储蓄银行基金会收购了该建筑，并计划将它打造为文化中心，而改造任务就交到了瑞士的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手里。原始的建筑如果按照文化中心的要求来看，除了这个立面有点岁月感，其他的结构还有里面的空间都不能用，所以处理的思路就是干脆把不能用的全部都拆掉吧，包括基座。这个思路跟之前的斗牛场有点像，但是它的地块比较小，那增加的功能就向上和向下拓展，里面用新的结构将这个建筑支撑起来。所以现在这个建筑底部是架空的，这里是一个公共广场，建筑的入口也放在这里，上方是银色的金属板。这种处理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室内的门厅。原先建筑前面的加油站也拆了，这个场地就跟建筑底下的空间形成一个大的广场，而建筑就形成了一种漂浮感。再加上建筑立面的处理，显得非常厚重，增加了这种重量的感觉。上方新的立面是直接架在老的立面上面，材料用了颜色相近但是完全不一样的耐厚板，板的上方还有一些花纹。这样远看，整个建筑是分为2层，像戴了一个头盔一样。近看，下方有砖的细节，上方有挖孔的细节。上部分新立面屋顶的造型也是在模仿周边建筑屋顶的轮廓线。所以这个建筑不仅是在内外，在立面的上下也有强烈的对比感。旁边建筑的立面是由法国景观设计师帕特里克·布莱克设计的一个垂直花园，大面积的绿化、锈迹斑斑的耐厚板、旧的砖、光滑的金属材料，以及建筑的新旧部分，建筑的厚重感跟底层架空，这几个看起来多少有点对立的部分组合在一起，形成的感觉还是有点奇妙的。这个建筑也是现在马德里重要的文化中心。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2个建筑虽然一大一小，处理手法也不一样，但是核心基本还是相似的，就是没有那么刻意去迎合旧建筑，新旧之间的对比冲突十分明显。一个展示结构构建的力量，另一个展示材料的特点。这样的处理使人们能够看到这个老建筑是在发展进化的。处理方式虽然很直接，但是非常出效果。在建筑改造过程当中，直接用现代的设计语言和材料去跟旧建筑进行碰撞结合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